大家好，我是 Rosie。今年年初，我终于入手期待已久的第二块卡地亚手表蓝气球。距离我购买第一块手表 Tankmust 已有足足9年的时间，所以我还是蛮兴奋的。今天和大家一同探究这两款经典腕表的细节，揭示它们之间的差异，最后再和大家分享我发现的宝藏款式和愿望清单。卡地亚诞生于1847年的巴黎，蓝气球诞生于2007年，在众多经典款中是个名副其实的弟弟，但是它一推出就成了卡地亚的经典。表壳采用鹅卵石的造型，呈现圆润立体的感觉，正面背面都是圆鼓鼓的，形似漂浮在空中的气球，这也使它佩戴起来非常的舒适，不拘束。表冠位于3点钟位置，被金属的圆拱结构环绕，既保护了表冠上的宝石，又强调了圆润流畅的线条。我个人觉得蓝气球是一个非常走心的设计，见到它的实物时，比我在网上看到的照片要惊艳得多。多年前我对蓝气球毫无感觉，我一直都是 Tank 的忠实粉丝，我以前更喜欢方形的表。首次被它打动是我偶然看到一个节目，主持人带了一款蓝气球，我突然发现它好有气质。刚好这几年我开始喜欢大大的圆盘的手表，所以才开始关注这个系列。我的目标是想入手一个皮表带黑配银圆盘大大的有一点中性化的表，所以我选了这款皮表带配金刚表壳的款式。它有4个尺寸可选，33、36、40、42。我一开始是想买33的，也就是最小的那一款，但试戴之后发现还是36的更有气场。33过于秀气，没达到我想要的那种帅气，40又太大了，更适合男士或者个子很高的女生。40和42的表盘上，在3点钟位置多了显示日期的功能。这款是机械表，这一点我们稍后细说。表带是黑色鳄鱼皮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作为表带的皮质。扣子是折叠表扣，我的 Tank 也是折叠表扣，但是不太一样，它摘带比较 harsh， 需要用力一点。蓝气球的表扣是更加温和的。这款表很百搭，商务和日常场合佩戴都很得体，而且因为这个表盘很大，看时间也更加方便一些。如果你想要一款圆形的腕表，我还蛮推荐大家考虑一下蓝气球，小号的比较典雅，大号的比较帅气。虽然蓝气球的设计具有现代感，但也保留了很多传统元素，是现代和经典的完美结合。我真的越看越喜欢，从最初的不屑一顾到现在被它彻底征服。Tank 是我一见钟情并持续钟爱的款式，首次推出于1917年，正值一战期间。灵感来自于坦克的俯视图，核心元素是它的矩形表盘和利落的线条。两侧平行垂直的表耳代表履带，表壳代表舱体底盘。与蓝气球的自由气息相比， Tank 更显得稳重经典，在100年间不断重新演绎，拥有众多表款。我拥有的这一款是 Tankmust 系列，购于2015年，尺寸是小号，金刚表壳，10英机芯。同样配有黑色鳄鱼皮表带，但这两种的鳄鱼不太一样，纹理一大一小，我还蛮喜欢它们各自的组合的。表扣就如同我之前演绎的，这一款现在的表带改成了小牛皮，表扣改成了针扣式，是类似这样的佩戴方式。我非常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个调整。Tank 依然也有很多其他的鳄鱼皮表带的选择，可能他们是想对全线有一个更加明确的区分，但我觉得对这一款不太公平。新版的表带显着没有以前那么精致，新的针扣的形状真的很漂亮，但这种佩戴方式会让皮表带更容易受损。总之，我觉得这个改变有一点令人失望。当然了，各花入各眼，现在的它更加阳刚和休闲。今年推出的全新 Tankmust 系列也让我有一点摸不着头脑，可能他们想要塑造一些更现代的风格吧，反正我是更偏爱传统一点的款式。接下来我们对比一下这两个经典款，我会用蓝气球和新版的 Tankmust 做对比。指针都是剑形蓝钢指针，我非常喜欢卡地亚的手表的一大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指针非常修长，颜色超级漂亮。但是 Tank 没有秒针，蓝气球有秒针，都配有镀银表盘，时间都是罗马数字，数字内圈都有一圈装饰。蓝气球的表盘上有珠光牛锁雕纹， Tank 是空白的。
镜面都是蓝宝石玻璃表镜，硬度高，不易磨损。表冠都是标志性的蓝色尖晶石，这也是我非常喜欢卡地亚的一大元素，和指针的颜色相得益彰。防水深度都是38，也就是30米。那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，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在于表壳厚度，蓝气球比 Tank 厚了将近1倍。另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在于表冠， Tank 是传统的表冠，蓝气球是凹槽式的，它被包裹住了，直接转动它可以给手表手动上弦，把它提出来后来调时间，调整完毕后按回去。蓝气球的折叠表扣要比 Tank 的针扣式表扣更高级一点，当然 Tank 也有其他的款式是折叠表扣，我们今天只对比这2款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不同在于机芯，这个是机械表，这个是石英表，当然 Tank 也有机械表哈。接下来具体解释机械机芯和石英机芯的不同之处。机械表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内部复杂的机械机构来计时，当手表的主发条被上紧后，它会释放能量，驱动齿轮系统运转，进而使摆轮以一定的频率摆动。摆动的频率通过陶艺轮和齿轮系统传递到表盘上，从而驱动指针前进。机械表通常分为手动上链和自动上链2种类型。自动上链需要通过手动旋转表冠来上紧主发条。自动上链的表内置一个自动旋转的转子，手腕的日常活动就可以自动上紧主发条，也就是说你只要带着它一直活动着，它就会一直被激发能量。蓝气球就是自动上链的，但是也可以通过旋转表冠来上发条。石英表的工作原理是使用电子石英晶体来计时，电源来自一块电池。当电流通过石英晶体时，它会以稳定的频率振动，这种振动频率经过电子电路的计数和分频后，转化为标准的秒、分、时。机械表的制作过程涉及复杂的机械工艺，需要高度的技术和精湛的手工艺，因此也常常被视为艺术品，价格比石英表更贵，具有更高的收藏价值和升值空间。由于其复杂的机械结构，它更加耐用一些。机械表的精确度通常每天的误差在几秒到几十秒之间，需要定期调整、定期上链以及专业的维护。我认为它最大的缺点就是，如果长时间不戴或不上发条，它就会停走，就需要频繁的核对和调整时间。而且最好不要让它长时间的停止，需要时不时的拿出来戴一下，让它保持运动。另外，机械表过安检的时候最好摘下来放在包包或者行李箱里，人工的安检仪器有强磁，可能会对它不太好。石英表的精确度非常高，通常每月的误差在几秒。一般而言，石英表的价格相对来说较低一些，它们的收藏价值和升值空间也比较小。我是不太纠结手表是什么机芯的，有很多好看的表，尤其是小一点的表，它只有石英的。通常机械表对于容量的要求比较大，所以基本上同一种款式下，机械表的体积会更大。如果你喜欢又小又薄的腕表，那基本都是石英表。它的优点是你长时间不戴，它也不会停走，用起来就比较省心，除非它没电了，就需要去换电池。缺点是如果无法立刻更换电池，那这块表就不能戴了。我的表基本都是石英的，有一段时间他们好像商量好了，几乎所有的表一块都停了，我可以戴的选择就非常少。那机械表就不会有这种问题，自己走路不用靠别人。和在英国的小伙伴分享一个换电池的商家选择，就是 Timpson， 他们也有修表、修鞋、磕钥匙等服务，全国连锁，地图上搜一下就可以。在他们那里换电池通常会提供2个选择，一个是保修1年，一个是终生保修。终生的话就可以无限次更换电池，他们会给你一张卡，对应你不同的表，拿着这张卡片去换电池就可以。通常终生保修比1年保修只贵一点点，如果你的表很名贵，会活很久的话，那肯定是终生的更划算。通常来说，表越贵，它需要的电池就越贵。我通常都是选终生保修，一个表只花这一次钱就可以了。我是偶然发现伦敦 Selfridges 里的那家 Timpson 卖的表带比伦敦外的 Timpson 卖的要贵很多，所以他们应该不是全国统一价，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比价一下再做选择。
说到价格，手表也是基本年年涨价。我记得我当时买这款 Tank 好像是1750左右，现在它要3150。还有猎豹系列，前几年刚推出这个迷你款式的时候，真的超级心动，但一直没下决心去买。后来这个价格真的是每看一次都涨几百磅，直接让我产生抗拒心理。我这次买蓝气球的时候是带了这个猎豹的混合金属的小号，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秀气，还挺有分量感的。如果是我的话，还是会考虑迷你版。当天我还试了蓝气球很多其他的款式，有2款令我印象尤其深刻，一定要分享和推荐给大家。一个是 18K 玫瑰金表壳配棕色鳄鱼皮表带，非常典雅，非常雍容华贵，也是36比33更有气场。它会更适合温柔 feminine 一点的装扮，或者年龄稍长一点的女士，会非常的有气场。另外一款是钻石款配深蓝色鳄鱼皮表带，我试的那一款是银色金刚表壳，我没有找到它的图片，这张图是 18K 玫瑰金的，银色款会更干净更利落一点。那款真的美到让我词穷，非常的闪，很显眼。如果你带这块表出去，不可能没有人看不到，但是它真的好漂亮。还有一个我近期很喜欢的款式，椭圆形的 18K 黄金配黑色皮表带，我心仪的是迷你号，那天店里有小号我试戴了，它非常的大气和经典，实物真的也很漂亮，表壳比照片会更鼓更立体一点，我个人还是更喜欢迷你款。这一款 Tank Louis 是我喜欢了很多年的 18K 黄金表壳配金棕色鳄鱼皮表带，等我年龄再大一点就会入手这个，实物也超级漂亮。我发现我的词汇量真的很匮乏，只会说漂亮。还有几个卡地亚多年前的款式，有2个时间，这种真的太方便了，而且真的很帅。我一直在等待和期待着他们能够重新推出类似的款式，真的会立刻冲去买。我总觉得时间的存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人类无法真正掌控时间，但我们有厉害的工匠发明了记录时间的设备，每次抬手都像在欣赏一件艺术品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